我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這我們現場特別來賓，高嘉瑜委員、黃偉漢先生、翁小玲委員、游淑慧議員、陳鳳馨小姐。油價下跌，原來100多，將80幾啊，北海布蘭特科技股反彈，美股昨天晚上4大指數都漲道瓊一開盤就漲，費城半導體開盤還跌，但是早上起來看呢，費半也漲了台積電 ADR 也漲了那外資來買亞股，買超南韓，買超印度那不過今天台股這個隱藏隱憂，是因為呢外資捲款，外資192億捲跑了，所以呢網絡嘆息說只是死貓跳那另外呢這個外資期貨空單突破9萬口，他們這個瘋買0050那昨天這個王世堅有質詢，我看他跟證交所是不是都事先串好了？怎麼講完證交所立刻就改了？他從沒有看過這政府這麼有效率的那主要是談這個禁閉期了那鬆綁了主要他們說這叫台積電條款，因為以前一股多少錢呢？幾十塊、上百塊就了不起了，現在一股都2、3千，千金股就很多股了所以呢，万元股，所以基本上所以你那個標準是不一樣的所以8月10號新的制度來哪些不同呢？比如說處置原來10天，現在5個營業日縮短原來12天的，現在改成7個營業日然後呢，這個原來差100塊就要小心了，現在放寬1000塊以上6個營業日差價300塊才適用。如果呢超過1000塊，每增加1000塊加150比如說1000塊是300，2000塊就是450，往上走，跟以前比呢差很多了那另外呢，這個撮合時間，以前呢第一次5分鐘，第二次要20分鐘，現在2分鐘大概就可以撮合一次那建立呢每半年定期檢視的機制讓新舊制度能夠銜接它有一個原則，我們看一下。看着曲線向上殺下來，沒了前一天的反彈攻勢，投資人心也跟着就在一起。台股4號開低之後就震盪，11點20前高低差了1017點，截至11點52分落在43289點。至於台積電低點2315塊，午盤來到2320，跌50元。美股雖然4大指數都走高，但台股受到季線、月線反壓，還有亞股、日韓股開高走低下挫，而電子權值股到了午盤也出現兩樣情，聯發科、鴻海、日月光走弱，台達電、廣達、聯電、緯創則是維持紅盤。而投資人也關注的是外資台指期淨空90038口，已經來到歷史級的高檔大關，再加上為外資買超上市 ETF， 居然出現了元大台灣50反一，網友也喊出這該不會是要大倒貨的訊號吧？有時候我認為是參考啦，就是說它雖然是會影響到台股的一個走勢，但是也不一定對。比如說像今年上半年的一個行情，外資也是一路的賣超台股但是呢，台股上半年是呈現大漲。資金點火中小型個股，只是台股接續還有沒有辦法上攻？平均成交量能不能夠放大到這個1兆1000億左右同時要看5日線，如果持續站穩，代表還是呈現上漲反彈；反之，如果跌破，可能又會回測半年線。3日傍晚5點半，證交所突然開記者會，國民俗稱的抓去關制度將迎來大幅鬆綁，就要調整處置的期間。那第一次跟第二次呢，含以上呢，遭發布處置的有價證券，那處置期間呢，修改為5個營業日，同時宣布撮合頻率將由每5分鐘或20分鐘一次加快為約每2分鐘一次。換言之，處置股雖然仍會限制交易頻率，但投資人等待成交的時間將縮短，有助於改善流動性和交易頻率。新規定拍板下周一8月10號正式上路。只是這大動作大幅鬆綁，巧合的是時間點就在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前一天這麼開竅。至少有半年以上嘛，对，而且版本呢，應該超過10個版本以上。這是一個中性的處置啦，主要功能在提醒投資人呢要注意交易的風險，所以我們並沒有去估計呢對量能的一個影響。雖然沒有直接取消處置股，但承諾每半年會定期檢討。證交所這調整究竟是巧合還是政策，也感受到外界壓力，市場恐怕自有解讀。南鳳馨。
好，上禮拜我也在這裡呢談台北股市這樣。我那時候講說，其實它就是一個去槓桿的一個過程。但是我跟他講，我說那個只是一個短期的整理，而並不是一個長期的空頭。這個是我在上禮拜的時候我就說的。我說我沒有辦法去預測最低點在哪裡，可是呢，我知道說當那個其實說穿了什麼叫訊號出現，只要你看到融資追繳保證金的追繳萬箭齊發的時候，它通常都是低點。那上禮拜三、禮拜四剛好就是那個融資追繳斷頭的那個保證金呢，萬箭齊發的時候。那所以上禮拜三、禮拜四，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說呢，它算是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去槓桿。那很多人就問我說，那是不是就已經安心了呢？因為上半年漲太多了。漲了60%，那漲這麼多，而且它的成交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上個禮拜五呢，一根長紅3000點的長紅，它可以說是穩住陣腳。那穩住陣腳之後呢，那因為這幾天的量都不夠大嘛，都不到1兆，那大概都只有8000多億，所以呢，它可能要用時間來換取空間。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是它要整理的時間還蠻長的。那這個整理呢，很簡單的一個標準就是上個禮拜的低點不要跌破，它大概就整理完成了。就是說低點不要再跌破，那大概去槓桿就已經完成。但是個別公司，那我就不敢保證，因為個別公司有個別公司的問題。那至於這一個有關於注意股跟處置股的問題，其實剛好昨天早上我的節目也在討論這件事情哦，所以它並不是王世堅一個人關心，我的財經節目也在討論這件事情哦。那這件事情啊，其實不是只是為了一般投資人啊。那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最近外資的在台股的投資也是非常扭曲的。它的扭曲是什麼呢？就是一方面呢，它在期貨上面净空單已經9萬口了，然後另外一方面呢，它大量的買進 ETF， 它不是買個股。其實外資團隊有研究團隊啊，他們也有研究報告啊。那為什麼他們不是買個股，而是去買那個 ETF 呢？這裡面就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因為呢，簡單來講，台北股市的這一套注意股啦、處置股啦，這一套衣服是在台股很瘦的時候所量身定制的，這個裁剪出來的漂亮洋裝。但對不起，現在台北股市已經很胖了。所以穿這件衣服就很辛苦。那對於這一些外資公司來說，今天我去買你的任何一家公司，我就連買台積電，你們最大的公司了，對不對？它都有可能會達到你們那個處置的標準，更不要講說，如果買聯發科、買台達電啊，這些雖然市值並不是股王，可是問題是也是第2、第3的這些公司，它也可能被處置啊，因為你原本的規定很嚴格嘛，啊。那被處置是什麼狀況？你要知道，外資也好，台灣的這些 ETF 的投資法人也好，他們買的都是很大量的。那所以他們要能夠進，他也要能夠出。可是現在問題來了，他跌深了，他要被處置，他要被關禁閉，然後5分鐘、10分鐘才撮合一次。這個時候你跌深了，我也沒辦法買，因為我一買就是大量，對不對？對。那你漲多了，我能賣嗎？我也不能賣，因為漲多又被關禁閉，所以他就讓外資不太願意去碰你的台北股市當中真正的績優股，所以他不是要去，他不是要就炒作的個股，固然一開始是針對他們，可現在就連很多的績優股都受到了影響，所以呢，我們的外資就去吃 ETF 的豆腐，因為這些投信公司他買 ETF。好，我可能會買到那個處置股，我把它買成了處置股。可是呢，那外資呢，他沒辦法賣那些處置股，可是他可以賣我的 ETF 啊。他沒有辦法買那些處置股，但他可以買我的 ETF 啊。到最後，我們的投信是散戶的錢呢，那麼就變成了被外資吃豆腐。那我覺得現在證交所呢放寬，應該是有注意到這個市場上面這個現象，但我要具體的來說，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方法，因為它遲早也會碰上，就算你2分鐘交易一次，你對外資也好，對投信也好，它的進出還是受到了非常多的限制，所以最好的方式。
其實如果你真的擔心的話，我覺得可以仿照熔斷機制。而不是說哪一個個股，我現在還是要當保姆一樣的去照顧每一個投資人啊，漲多了我就要去跟投資人說，哎，你們小心哦，它漲多了；跌深了就要告訴投資人說，哎呀，你們跌深了。我們可以要求個別公司漲多了、跌多了，它應該要公布它最新的就每一個月的獲利狀況。我覺得這些公告是 OK 的。可是這些盤中交易的限制，它可能到最後會扭曲了法人的交易，其實對全民來講不見得是一件好事。但他是說熔斷是因為韓國漲跌幅30%，美國沒有漲跌幅啊，台灣是10%，而10%其實已經這個遏制急漲急跌或快漲快跌了，沒錯啊，所以叫全盤檢討。所以对我也同意全盤檢討。如果你的漲跌幅不取消限制的話，那其實就是漲跌幅就夠啦。其實你的公告它的就是你規定說漲到多少幅度，你要把最新一個月的獲利狀況公告，讓大家警覺。我覺得光這一點，它的警示效果應該有一定程度的發揮了。反正听你講，我現在覺得是你昨天上午的節目影響了早上的王世堅影響了昨天下午傍晚的證交所。我說一下，這個其實是在過去這幾天很多人討論5月的時候，聯發科被關對討論很多的。只是剛好我的節目也正好討論這件事。我知道前一陣有一陣，他們說一個股票不錯，我就跟會計講去買吧。哦，不行，現在要20分鐘以後才可以，而且15分鐘以後，对，全額交割。他這邊還在什麼搞半天，很麻煩了，對。需要再回來。漢光演習哦，30年以後再登蘭嶼跟綠島，為什麼呢？怕老共奪島哦，因為原來我們認為東部是沿岸，甚至沿岸，你走出花公路就知道哈，所以呢，更不可能從這邊登陸嘛。好，所以我們的飛機如果一開始打，我們的飛機都在花蓮進嘉山基地，哦，記在花崗岩洞裡面保存戰力，哦，然後呢，以後呢伺機再出來再反擊，所以大家認為東部是安全的。我服兵役的時候抽籤抽到陸軍49師輕裝師，一個輕裝師而已，輕裝就不是重裝，一個輕裝師從花蓮、台東、綠島、蘭嶼進去，什麼太魯閣什麼都是我們守，一個師輕裝師，你就知道當時他們輕視東部，輕視到什麼地步，覺得根本不重要，重裝師都在外島、金門、馬祖或是在西岸哦。那但是現在又覺得說哦很重要了，為什麼？因為綠島哦離台東志航基地只有40公里，蘭嶼90公里，都蠻近的。對花蓮、綠島150公里，蘭嶼170公里，所以在這邊如果建立基地的話，那對東部就會有威脅啊。所以呢，這個接種說呢，如果把這個島拿下來，可以做火箭彈跟無人機的基地，從那個地方。所以現在呢，必須要守住綠島跟蘭嶼啊。那因為漢光演習，所以現在說台灣的美語老師特別多。美語老師幹嘛？他們把這邊看的外國人都認為是教美語的哦，所以呢，就表示說可能美國的軍人也多了哦，要來跟我們漢光演習在裡面，不知道反正教練啊，或者並肩作戰啊，或者怎樣哈。顧立雄說比想象多，駐台的美語老師啊，大家以為不是只是教美語，只是看到外國人就認為說外國人這邊幹嘛呢？教美語吧啊，所以呢，很多外國軍人可能也變成化身成美語老師啊。那另外吳釗燮國安會秘書長說，大陸混合戰威脅第一島鏈，所以各國都要合作因應，不止台灣啦，哦，第一島鏈很多國家啦。那另外呢，賴清德今天出席凱德格蘭論壇印太安全對話的時候表示，不接受統戰滲透跟紅色恐怖，而且絕不坐視黑手伸進台灣。哦，主要他媽中國的那個這個民族團結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這個蠻長的，民族團結這個促進法是叫民族團結法。哦，這個林佳龍外交部長也說呢，輸出紅色恐怖，所以呢，民主陣營要共同反制。那吳釗燮，特別是第一島鏈要小心，要防治。我們看一下。對着漢光演習5號正式登場，國軍要驗證的科目包括這個。地
地面部隊馳援蘭嶼和綠島，這是7月中旬的聯合防禦操演畫面。蘭嶼更是近數十年來首次有部隊登島操演。專家分析是國軍調整戰略，應對中共075型2棲突擊艦出沒我鵝鑾鼻東南方300多公里外。擔心的是共軍陸航直升機以蘭嶼為前進基地。那如果中共把蘭嶼當作一個直升機的中繼基地的話，它就可以對台灣東部的軍事設施進行比較持久性的一個威脅。那另外就是作為無人機的一個前進基地。實際翻開我東部地圖，可發現綠島和蘭嶼距離台東支航基地分別約40公里和90公里。綠島和蘭嶼也距離花蓮基地150到170公里，自然要嚴防中共奪島，尤其是蘭嶼。當中共掌握部分的相關空中優勢的話，以蘭嶼為這個前進火力打擊基地或直升機的基地，它其實比較不容易遭到來自台灣陸地的火力。唯一要擔心的以後就只剩下無人機。近年來，軍方在各項演訓場域時常會出現美方人士在場觀摩，但又因為身份敏感而被外界統稱為美語老師。國防部長顧立雄近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在各層面協助台灣提升防衛作戰能力，民眾所看到的美語老師只是一部分，更多時候不一定是會被外界看到，在各層面都非常緊密而且多元的合作，甚至比大家想象的還要多。國防部發言人孫立方則進一步指出，持續精進的內容是吸收各國實戰經驗，並整合國軍備戰需要所做出的調整。暐瀚，蘭嶼哦，觀眾朋友，你不知道有沒有去過？我以前在志航基地台東當兵，我們的部隊裡面有很多都是蘭嶼的達悟族的這個弟兄。那事實上呢，蘭嶼因為比綠島還要遠那麼遠，我也沒去過。那蘭嶼比較大。哦，那鳳馨也去過，對不對？好，觀眾朋友，我們大部分人應該都去過綠島，但蘭嶼它比較少了。可是，在戰略價值上來講的話，蘭嶼是優於綠島的。第一個，綠島的這個土地面積是15平方公里，蘭嶼是48，3倍大，大概多大？哈，大概是台北市大安、文山加信義區3個區加起來就一個蘭嶼大。那現在目前蘭嶼上面是有機場的，德安航空有飛。它的機場的跑道長度我剛剛查了一下，1174公尺。這個1174公尺呢，現在目前只能飛大概19人小飛機。可是如果真的有戰爭需求的時候，13棟是可以落的。為什麼？因為太平島的那個跑道也是1200，大概就差個幾十公尺。可是它沒有辦法滿載，好，就是包含載貨跟載油。第二，你看到，既然剛剛我們的新聞片段給大家看了，蘭嶼比綠島要更往東南方去走。那以前呢，在過去的30幾年來，為什麼都沒有看到部隊？因為1992年在後來解嚴以後，蘭嶼的部隊還有警總就全部撤走了，所以那個地方已經沒有軍人，也不會在那邊演練。那現在為什麼拉回來？因為整個戰略模式都已經改變了。第一島鏈早就已經被突破了，好，因為中國大陸已經有這個航空母艦的情況之下的時候，它的飛機也好，或者是說它的這個船艦也好，每一次國防部在給大家看它的那個演習，然後通過海峽中線，我們西岸是看過海峽中線過多少，到了臨街區有沒有到我們12海里？可是巴士海峽這一段哦，觀眾朋友，它常常都是下來以後切過去到台東的右側，而且航空母艦如果卡在那邊的話，就是把巴士海峽的這個隘口抓住。那另外北端就是宮古島，所以這兩個口，兩個航空母艦來的話，有可能會造成運補的問題。那蘭嶼就會是第一線。今天漢光演習馬上要開始了，明天了哈，今天8月4號，他為什麼要去蘭嶼做這個演練？就是他判斷，如果真的有緊急的戰事的話，他會是被這個敵方所佔領的一個島。一旦佔領的話，運補、軍隊、無人機中心、直升機起降點都可以。那反之，觀眾朋友，我剛剛所講的每一件事情，我們國軍也都可以用。所以現在開始，蘭嶼可能會有更多的部隊進來，就像日本以前沒有在管宮古島。可是呢，最近在宮古島跟與那國島，日本也放了很多自衛，他覺得說我們這邊危險，所以很簡單哈，蘭嶼它的這個戰略價值，因為第一島鏈我們的宮古海峽跟宮古島周邊的這個海域跟巴士海峽這邊，其實已經被共軍的這個軍艦跟軍機給突破了，所以以後不只是西邊來，東南角也會有戰機，會有軍艦，而蘭嶼反而變成是我們在東部海域的第一線。來，王偉。是我想這次的這個國軍漢光演習啊，從過去大概都是維持在西岸這邊，然後這次到東岸，然後另外我在想說，可能也是想會
避免萬一說真的跟中共那邊發生有擦槍走火的一個這樣的狀況。那當然就是說，現在這個漢光演習它的這個策略轉換，我認為說也是好事了。好，畢竟就是說過去都在西部演習，現在換到東部演習，然後透過各式其他不同的方式，然後來進行國軍的演習，我覺得這是有它的必要性。那當然這中間也許也還有包括美國的指導哈，美國的指導在畢竟現在在台灣已經也蠻多的美國的軍人是在台灣，這已經也不是什麼秘密啊，不曉得有沒有上萬人的。但是據我了解，就是說也常常就會在這個三軍的這個指揮部等等會看到美國的軍人哈這樣進進出出。那麼至於就是說這次講的這個演習哦，我倒是想講一下，之前我們前2天，應該昨天嘛還是前天才收到這個城市未來的韌性的這個警報，好，就韌性演習的警報。那麼這次的這個接下來的韌性的演習呢，它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在於斷網的演習。那斷網的演習对於台灣的民眾來講，我覺得大概是第一次吧。如果說是在北部的這個縣市，好，大家除了南部縣市之外，然後全部大家要斷網30分鐘，那我想這個是對於台灣的這個民眾來說，這個從來沒有過的經驗啊。這個突然30分鐘之內，你的行動網絡也都沒有辦法通訊，好，然後因為什麼講斷網？雖然說民進黨政府說這不是斷網，我們只是讓它的這個網速變慢，問題它降低變成只有1%的時候，不是就形同是斷網。那我認為說這個斷網的問題其實挺嚴重的。為什麼？因為我那天在司法法制委員會，我還特別問了法務部，我問了法務部講說，你們有沒有準備好啊？現在斷網的演習看起來，民進黨政府只有宣導這個老百姓說，我們到時候可能會有30分鐘，我們行動網絡可能是不通的，到時候大家可以利用家裡面的室內電話或是固網。可是對於像科控中心，我們知道法務部它其實做很多的有關於這個犯罪的這個被告還有一些人士給他們這個限制處分，手戴電子腳鐐，然後或是手戴電子腳環，然後腳可能會戴電子腳鐐，很多的這個訊息都必須要傳遞出去。那萬一說整個斷網的時候，這些訊息怎麼樣能夠傳回到科控中心？會不會有新的這個被告哈，他可能在這個時候他就潛逃了啊，或者說像一些性侵的假釋犯，也許在這個30分鐘裡面，他可能就作奸犯科。那麼我們法務部準備好了沒有？就蠻出乎我意料之外，我覺得他們好像都沒有意識到這個斷網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那我當然只是指其中的針對法務部來說，像是衛福部對於醫療，我們現在很多的醫療的訊息，其實也都是透過網絡上面傳訊的。那如果說在這30分鐘之內，發生有斷訊的狀況，然後因此導致有病人的身體健康受到這個影響，那我們要怎麼樣的去補救，怎麼樣補償？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其實都是應該要全面性的思考。那只是看到民進黨政府好像對於這個部分，沒有做這個跨部會機關的聯絡，所以在有關於法務部對於像是監獄還有科控中心的部分，其實我已經要求他們應該要趕快去做好這個備援的準備。其實真的打仗何止斷網30分鐘啊？對不對？30小時断了，30天都有可能就斷了，還什麼30分鐘所以他一定要想清楚啊！昨天還有一個新聞出來說台灣這個要舍灘岸作戰，要打持久戰，你腦筋壞掉了！你台灣打你以為你是烏克蘭啊？你以為你是阿富汗啊？你打什麼？你以為是伊朗啊？你要打持久戰，你台灣怎麼可能打持久戰呢？就是當你戰略想定錯誤的時候，你底下全部都錯了。來，說會。我承接剛剛委員的話，其實斷網演習最重要該演習的人不是我們這些平民老百姓，我們就沒有網絡而已啊，沒有網絡30分鐘，沒有網絡1天，我們可以用 WiFi 啊，其實用 WiFi 就沒有影響，我們最多的業務就是賴而已，賴來賴去就暫時不要賴而已。最該演習的就是剛剛委員說的那一些民生救災、就醫等等的，結果反而是現在的那一些沒有應變政治、沒有應變的配套措施。那演習不就是假的嗎？只是來找一般民眾的麻煩。一般民众斷網沒什麼啊，就是罵2句啊，少滑一些手機，少滑一些 LINE， 或者是轉成 WiFi 而已。但是我們這些公家機關裡面的所有靠我行動網絡在通訊、在聯繫的，到底盤點過了沒？有哪一些一定是靠這個網絡通訊的，而不是靠 WiFi 的，而是靠這種基地台通訊的？
有哪一些是？那第二個是它能不能自動切換啊？因為像台北它是有公共的這個 WiFi 啊，如果當這邊斷網的時候，這個行動通訊斷網的時候，它是不是能夠自動切換 WiFi？這些有沒有盤點過？不是去演訓民眾好嗎？是去演訓這些公家機關的這個救災救難，然後這些什麼醫療啊等等的。所以我覺得政府每次都本末倒置哦，你要讓全民有備戰意識是好的哈，民眾要演訓的是什麼？逃難吶！我當戰爭發生的時候，我要躲在哪裡啊？現在叫我們躲在哪裡？躲在自己家裡的地下室啊！大家知不知道，我們很多台北市的老房子本身都快要是危樓了，你躲在危樓的地下室裡面，那請問一下，到底是避災還是救災啊？就接近災難，對，近災，對，接近災難，到底是哪一个？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民進黨一方面要嚇台灣民眾，但一方面又不敢把真實的狀況告訴台灣民眾啊。這次東部的演訓、蘭嶼的演訓是為什麼呢？過去我們的這個國防的假設是西部承受第一波攻擊，東部儲存戰力。但是現在大陸它已經有圍島的能力的時候，它360度它都可以把你圍起來，360度它都可能進行攻擊的時候，那這一件事情，民進黨有沒有坦白的告訴我們？基本上了哈，就是以前呢，我们基本上整個這麼多幾十年都是制空制海反登陸，對，哦，就是在空海先把你殲滅了，你登陸我在灘岸把你殲滅了。現在顯然已經轉變了。看這次漢光42，他就覺得說，好像我沒有辦法制空制海，也沒有辦法這個在灘岸把你這個都打死了。所以呢，你已經在綠島、蘭嶼還要建立一個基地，所以就要打個持久戰。問題是，台灣能夠打持久戰嗎？台灣準備好要打持久戰嗎？休息一下再回來。